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江宝珍，钱子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再过3个多月，美国总统大选2024就要投票了，时间落在11月5号。不过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我们看到上个周末啊，枪击案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两组候选人其实都发挥了一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克制的功力哦。那这一头的拜登说，我暂时撤下竞选广告，并且暂停所有的造势活动。那川普说，我也不怪特勤啊，大家都很认真，希望可以团结美国，团结大家。可是这样的团结只维持了短短24小时，分裂的美国又来了吗？我们看到此刻共和党正在这个召开全代会啊，一共有4天。可是在这个全代会上啊，也是有枪声，也是有人带刀。我们先来看看一名持刀的男子出现在会场附近，结果被远警开枪击毙，非常血腥。而另外我们看到另一头蒙面男持着 AK-47步枪，很想要闯进会场。警方还好这一次比较迅速的反应，抓了人哦。我们看到美国因为是枪支合法的国家哦，所以必须讲很多地方都很不平静哦，尤其是在大选的此刻，大家情绪的张力都很大。CNN 哦，最近有一个独家报道，他说啊，他获得线报，伊朗哦，其实过去这个几天他们收到风，企图暗杀川普。那伊朗看到这样的报道，当然很生气呀，他说你这是恶意的指控，毫无根据。而那名20岁的年轻男子已经被伏法了，已经被击毙了嘛，所以到底这位年轻男子为什么要开枪？其实现在还在查，那要查到的可能性也很低呀，哦，毕竟人都已经死了。而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就说，你 CNN 这个报道很不 OK， 川普才是罪犯。他在2020年的时候下令狙杀了这个暗杀了苏雷曼尼将军，他是伊朗过去的第2号人物，所以他说啊，你川普才应该被起诉还有惩罚哦。我们看到那是发生在4年前，这一名伊朗的2号人物是被美国用无人机给轰炸死亡、暗杀死亡的，因为美国说这个人是恐怖分子。那我们再来看看川普遇刺之后的最新民调，现在大家都说，川普在回国担任白宫的主人当总统这样子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他的理论啊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路透社跟易普斯的民调，他们联合办的一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43%，拜登是41%。如果你看这个全国的民调，看起来2个人只有2%的差距，好像胜负在未定之天。可是美国的选制啊，不是像这样子看的，美国的选制是选举人票制度哦。这个州谁拿下最多的州胜利就赢了哦。像是2016年，尽管希拉蕊在总票数得票数是超过川普，可是川普他的州数拿得多，选举人票拿得多，还是川普胜利。所以你看到 CNN 这个报道，感觉比较接近现实哦。他说川普现在可能最多拿下330张以上的选举人票哦。川普已经这个可能笃定胜选了，如果明天就要投票的话，根据 CNN 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哦。而这个我们看到，包括拜登现在是在后头苦苦的追赶。更加强拜登的火力的是范斯哦，他钦点的这位副总统的人选，2个人在礼拜6就要第一次联合造势了，前进关键的摇摆州。而另外我们看到范斯现在是美国的热门话题呀因为这个人乡下来的一个乡巴佬，从非常底层这样窜出来。BBC 就分析川普2大政治盘算，为什么用这个人是要拉拢白人的蓝领阶层，另外是政治意识形态，2个人其实是相似的。尽管在2020年之前看起来他其实是不认同川普的，可是后来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加入川普的团队，如今现在有可能会担任副总统这个大国的副总统。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暗杀
事件之后，美国的股市创下新高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此刻的美国它的经济的矛盾处，就是美国的股市其实很好，我们台湾很多人去买美国股票也赚了不少钱，像是 NVIDIA 这样子的科技股。可是很奇怪的是，美国的民间或者是中下阶层的生活其实不是很好的哦。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范斯曾经在2020年受访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要诚实的说，我真的不关心乌克兰发生什么事情，我关心我自己的社区，因为他的邻居，他出生的社区，很多人呐、在青壮年时刻就死掉了，因为吸毒，所以他认为社会精英统治阶级掠夺了这个国家哦，像是民主党的这些精英，希拉蕊啊、奥巴马，您看到的美国富强，您看到了美国非常的高大上，可是有很多地方，像是铁锈区的这些人们，其实甚至是白人哦，他就是白人家族出来、家庭出来的，可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美国。到底美国现在的脸孔是什么呢？拜登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先来看看民主党啊。公开换掉拜登的声浪已经慢慢的没有了哦，是不是已经绝望了呢？改称私下劝说拜登退选，因为拜登现在的表现可以说其实越来越不 OK 哦。大家都说现在的民调可以用毁灭性一词来形容大选的预测结果，意思就是说拜登可能会惨败，而且败得很难看。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 CNN 其实还是给这个民主党人一些信心吧哦，说拜登虽然呢你要赢哦，这个可能性很小，可是还是有机会哦。那我们先来看看呢，包括美国的这个2位主要的这个政党候选人的副总统现在都抵定了嘛，拜登选的是他现在的搭档贺锦丽哦，所以我们看到贺锦丽就打电话祝贺范斯啊。而且也来邀请他来做一个辩论，预计8月13号登场。这2位这个副手的这个辩论可能也是精彩可期。我们先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如果一直跟暴力混在一起啊，也就是说一直有发生暴力的事件，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很不利啊。我们看过美国过去的总统啊，在任的啊。死亡的有8个人，其中有4个人是被枪击而死亡。然后卸任的总统有好几位，包括罗斯福跟现在的这个川普都被枪击到。我们也看到了雷根也是现任的总统，也被枪击，没有死亡。那美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如果一直跟暴力都混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形象，还有对于很多国家对于这一套的民主政治，他们会越来越不信任。而且越来越觉得这套制度其实有很多的弊病需要再改进啊。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虽然CNN 他们就指控了说伊朗会介入这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暴力事件，我觉得这个在火上添油，而且又把外国的势力拉进来，增加这个美国的国内的民众或者是政治的精英跟伊朗之间的仇恨值，我觉得这个也都不健康。你要有足够的证据，除非说今天这个美国的特勤局或者是美国的 CIA 有足够的提供给你证据说伊朗会介入，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无凭无据就直接这样指控，我觉得这个也有失于媒体应该有的立场。更何况只剩下3个多月，而川普才刚刚被打到，那这样的情形下再把伊朗拖下水，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媒体啊。还有一些问题就在于，虽然民调说只有2%，您刚也提到了，也就是说，由于美国是选举人的票制度，选举人的制度里面，那当然2%我们会看到说是在政务的复查范围内，那就不能够代表说一定是谁赢谁输。换言之，也就是说2党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可是我们再来看看摇摆州。摇摆州其实目前 CNN 自己也分析说为什么民主党拜登还有胜选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差距也不大。2个差距都不大的话，那又计算出说以目前的情况川普可以拿到300多席。那这代表变数其实不少。可是我们更担心的，我觉得现在美国80%的民众他们更担心的倒是在于万一拜登连任了，而川普落选，那个时候假设我们讲说万一，我用2个万一我们有用这个蔡英文的3个不满就讲3次嘛我只讲2次。那如果万一
这个拜登连任，川普落选了，美国内部会不会爆发内战？会不会爆发比这一次这个国会，就是上一次的国会的占领更激烈的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美国的民众目前担忧的事，而我个人认为，美国民众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川普能接受吗？川普的狂热支持者能接受吗？还有那一些底层民众能接受吗？最后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股市涨成这样，为什么拜登的民调没有涨？我们要问的是，投入股市的占美国的民众有多少人？第二个，投入股市中下阶层的人，他能够投进去的是多少钱？有钱人投进去又是多少钱？如果有钱人投进去是多，而没有钱人投进去少，甚至无法投进去，股市涨得越高，贫富差距越大，是，那当然不满就越高了，然后裂痕会更加严重，裂痕会更加的严重。是，所以我觉得股市有的时候它的荣景反而会加速这个民调的低落。来，彬哥，我觉得这一场选举，很多人大概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就是看川普会不会犯错。因为川普这几天又开始，比如说他今天又讲出来了，那个就是我台湾到底为美国做了什么，就造成台湾甚至有人说今天股市一下大跌跟他有关系啊。但是问题是，就是川普毕竟是一个有的时候会不太容易受控的人，所以他会不会讲出一些过激的言论，把整个态势扭转过来，目前不知道。但是看起来川普应该是知道他自己这些毛病的，所以我认为他接下来的打法可能相对会比较保守，然后再看情况会有所变化。那可是美国这种枪械的问题，这没有办法的啦，因为你说那位拿刀那个男子，听说本来就在那附近，很多人都看过他，就是怪怪的，对啊，就是这样。那就台湾也有类似这样的人嘛。那至于说在 Milwaukee 这个地方，因为他们那个州随身带枪是合法，对，所以你说在路上会遇到个把这种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所以他们当初选在这个地方办党代表大会，本来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那所以川普为什么坚持要在那边弄？我个人是觉得，一方面当然显示他的英雄气概，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虽然他被枪击被暗算了，可是他必须还是要站在他是支持全美步枪协会的立场，你知道他不能够放弃这个东西，因为那是个超级大金主，所以川普有川普自己的盘算，那 CNN 也有 CNN 的盘算，因为 CNN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报一个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的说伊朗想要去干掉川普，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匪夷所思的东西，然后还把它爆出来，我认为 CNN 是想要分散川普被遇袭之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因为 CNN 做的超级明显，他在川普遇袭第一时间，他是讲川普 fall 掉下来哦，他没有讲说他遭遇到枪击哦，所以 CNN 有的时候这个态度是不是有点太过偏袒某一方了？那当然，他还是做出来的民调还是显示，目前如果现在就去投票的话，川普好像会大幅领先，因为330张的选举人票已经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甚多了。但是美国的选制因为它特别奇怪，所以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其实都不会令人太意外，所以我们大家还是继续看嘛。上一届大家忘记了吗？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川普赢，然后后来变成拜登赢了，所以这个很难说了，这个只有最后一个时间才能够分辨出来。然后他选范斯哦，范斯当然大家都知道了，他之前本来很讨厌川普，现在就突然之间就转变，因为他2022年要选举的时候，突然就倒向川普，从此以后又变成川粉了。现在什么事情好像都跟他的理念完全一致，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即使是范斯，他说要让乌克兰就是不该去援助乌克兰，应该要把这些武器去给台湾，他要的也不是无偿，他只是要卖给台湾而已啊。所以他也没有说过美军会来保护台湾，他也从来没这样讲过。所以我觉得美国不管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战略大概都很清楚，就是到最后还是台湾自己要保护自己，顶多只是他们卖给我们的武器不同，价格不同，大概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民主党来讲，当然再换败好像意义也不大，那问题是拜登到底要怎么样杀出一条血路，从怎么样出现奇迹？我觉得这恐怕已经非关人力了，而是要看是不是真的会有某一些很特殊的状况出现，才有可能扭转。是川普说，台湾如果要我保护的话，要美国提供保护的话，自己要出保护费。这是在2个礼拜前接受 Bloomberg 的专访啊，那今天见报哦，所以也变成今天大家热议讨论的焦点。来请教江老师。好，我有
美国的一位白人妇女朋友啊，她是支持拜登的，但是她写信告诉我说，她现在内心非常的忧虑。她一则忧虑呢，怕拜登会输掉；第二个呢，她又忧虑说怕川普会输掉，因为美国可能有动乱。她告诉我说，她已经办好了加拿大的护照。那有必要的时候就逃到加拿大去。大家记不记得，大概在2年前啊，加拿大有一个政治学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提醒加拿大国民说，注意美国的动乱，因为万一美国发生动乱呢，很多人会跑来我们国家啊，那我们能不能承受啊？各方面的福利啦、设施啦、就业啊，都怎么样做啊？他说这个要准备好。他说：“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那认为非常有可能发生。那提到这个范斯和川普他们要去密西根做他们的第一次的出访造势啊，这其实有迹可循。很多人认为说，现在好像川普胜选不一定啊，但是在我看呢，他胜选的可能性很大。比如说拿密西根州来讲啊。”不是川普赢，而是拜登败。有一位美国的纪录片导演叫 Michael Moore 啊，他很有名。他在2016的时候，他曾经在一场很大的演讲对大家说，这个我们民主党呢，这个希拉蕊会输了，因为他讲了好几个州，他说这些州呢全部都是川普赢，结果最后结果真的是川普赢。他在大概2个星期前，他又接受访问，他说密西根州川普会赢，拜登会输，为什么呢？他分析，他说密西根大约有200到300万的选民是阿拉伯裔或伊斯兰信徒，这群人在2020年60%投给拜登，3%投给川普，那所以拜登呢拿到16张选举人票，可是今年5月密西根民调。这群人投给川普的仍然只有3%，但是支持拜登的从6%降到2%。为什么？他用这个名词叫 double hater， 就是说那些人很讨厌川普，但是呢也不喜欢拜登，就是因为他们在支持以色列在加萨走廊所做的事情。因此，他认为说密西根已经无望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预言。是。这个悲观的预言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民众哦，很多人其实现在是非常的矛盾，两个人可能都不希望这2个人当选，可是他们能选的就是这2个人哦。我们来看看现在世界有很多地方可能大家担心会发生变化，甚至是战争，包括冲突。我们先来看看菲律宾跟中国现在设置一条热线。就是护栏哦，两边2个国家哦，在这个南海的冲突，希望不要失控哦，所以2国元首的热线现在建立起来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沟通的管道，这看起来是正向的哦。不过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跟俄罗斯在南海演习，这是第一次哦。那外界就讲，是不是有可能你要压制菲律宾？或者是针对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呢？我们看到这一艘军舰叫做南宁号驱逐舰，这是来自于中国解放军的军舰，它跟俄罗斯的海军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不过这个虽然是他们的第4次联合巡航，这是第1次地点发生在南海这个地方哦，所以这个分析家就这样讲哦，这个是这个威吓哦，或者是以眼还眼这样子的一个意味非常的这个重。那另外我们看到解放军最近有一个行为哦，有一个这个行动，也让外界啊放大。来看看说，你是不是有可能要做一些动作了？这是海上医院哦，叫做丝路方舟号哦，这是一艘移动的海上医院，它有1.4万吨哦，这么大。那上头有这个手术室啊，各种医疗设备啊。那外界就讲说，有可能哦，你把它派去仁爱礁这个非法坐滩的军舰的地方，那想要干嘛哦？对菲律宾的这一艘船把它给拖走，那拖走万一发生冲突，那你就是一个后送或者是一个医疗船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所以你看到专家就在这一篇报道里头讲，北京是在为将来的南海冲突做准备，所以把
这个医疗船都开过来了，接下来很可能会派大型的拖船强行拖走仁爱礁这个上头的这个坐滩的这个破船啊。那如果是这样子，那冲突是不是一触即发呢？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会有一场战事呢？会有一场战争呢？我们另外看日本啊，日本对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的一些行为啊，一些军事上面的演习啊，或是活动呢，都是非常的警戒的。包括最近日本防卫省就讲了，中国的山东舰这个舰载飞机啊，从7月9号到7月15号，短短6天就有380次的起降它在不停的这个在侦查中在这个在防范中。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日本共同社也发布说，有2艘中国的海警船相继驶入这个地方。中国叫做这个钓鱼岛，我们叫钓鱼台，日本叫做尖阁诸岛的周围所以呢，我们看到南海这些不管是跟菲律宾或是跟日本的冲突，背后都是中美冲突嘛说到底就是东西2大国的这个冲突跟较劲。而现在这个美国有可能总统换人当。如果是川普跟范斯这一组这个进入白宫的话，那对中国的政策会不会有改变呢？现在看起来对中国的主张硬起来，2组都一样。范斯讲过，他说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强大的威胁，如果他们这一组顺利当选，就会对北京采取强硬的立场。好啦，我们看到呢，现在2组候选人都说要强硬。可是川普又说了如果当选，对中国的关税在贸易上面也会加重包括60%到100%都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强硬的封锁的这个状态下，我们看到川普其实某种程度还是放软了，或者是转弯了吗？因为包括他还这个在今天这个没有多久前的今年大喊说我超爱 TikTok， 那这个到底是他要对中国放软，还是进一步要这个对中国更加强防范呢？其实外界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另外呢，川普搭档范斯这件事情呢，持续还是占领了各个头版头条的话题。中国大陆就对于川普遇袭这件事情做出了评论。他说这是美国政治暴力的缩影。那这个环球时报更加进一步评论说，美国政治暴力跟政治极化相互作用，凸显了美国政治困境与国家治理遭遇到重大的危机。这2个人的搭档未来对中国看起来还是强硬2个字那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范斯这个胡锡进他是过去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他也对他做了一番评语。他说你这个80后的人因为他们是这样讲的，你90后、80后、00后、70后，因为他是1984年出生的嘛。他说你学了一嘴反华腔调范斯一看就是鹦鹉学舌模仿反华老前辈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胡锡进总编辑的一个评论。而另外呢，欧洲的看法又是什么呢？欧洲当然过去一段时间他们也在模拟或者是在看川普有没有可能重回白宫。现在他们展现了更高的忧虑，因为他们认为范斯跟川普如果这个坐上大位的话，对于欧洲对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会大幅的缩减，并且切断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所以可能世界的局势会有大大的改变。来请教赖老师。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也发生在我们周边的这些重大的一个事件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他们举行2件事，一个是联合巡逻，海上巡逻，过去都是在于环的日本全岛，有时候也会到琉球群岛，这样环的日本全岛来进行海上巡逻，每1年1次，有的时候联合巡逻会一直到美国的北部阿拉斯加这个地方可是这一次它的路线有点改变，从北方例如说从济州岛穿越一直到这个南九州的时候，那么再由西往东穿越了大隅海峡，然后再从北往南走，那么进入到菲律宾的吕宋岛的正北部巴林塘海峡，然后再穿越这巴林塘海峡进入南海，那整个联合的巡航就告一段落，就做了一个结束。这是一个方式，这个就部分里面就在于提醒日本、韩国、菲律宾，尤其韩国跟美国目前来讲因为韩国想把美国的核武带进朝鲜半岛，然后日本现在正在拉着北约进来，
所以他等于是有在警告韩国、日本、菲律宾，而且也在提醒越南跟印度不要卷入这个南海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矛盾。为什么呢？因为越南跟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比较密的在过去的历史上都是有迹可循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联合演习了，在南海的联合演习，尤其是实战实弹的联合演习，对于防空的，也就是空中的导弹或者是飞行器，对于水面的舰队，还有对于这个水下的舰队，那本身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攻击。那么这个本身就在提醒北约的国家，因为北约目前一直想进亚洲来，要进印太地区，这个等于是中俄之间展现出对于北约的针对性的一个对抗。因为除了中俄在南海这个地方举行实弹军演的时候，中国大陆同时也进入了白俄罗斯靠近波兰跟乌克兰的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举行陆上的联合军演。那这个等于是告诉北约的国家，你到亚洲来，我就到你欧洲去这个部分在提醒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你们还是留在你的大西洋，不要进入太平洋。那进入太平洋，中国大陆也不会坐视不管。我觉得本身都在针锋相对，军事对军事，安全对安全。目前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烂船坐滩在那里的烂船，已经提出最后的一种警告，就是说它对于海洋生态已经构成污染了，构成威胁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在预做准备，所以如果往这方面去推断说会不会准备要脱掉，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了因为如果方舟号去或者是说这个紧急热线建立。因为我们都知道，维持海洋生态的安全跟干净是海警的职责。那大陆的海警会不会要开始执法？在执法过程中，军队要保护海警，海警去执法，而跟菲律宾如果爆发冲突的话，那一定会有人受伤。那您刚的预测就是说，有些专家认为说，这样的一种如果一旦爆发冲突，双方都会有伤亡的情形下，你必须要把人马上紧急送医。那这艘医疗船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这是不能排除。最后一个，既然川普连 T-Dog 都可以转弯，他有什么不能转弯？对而且他都没有违和感。他常常转弯呐。之前是反对的厉害，而且说是影响国家安全，一定要把它关掉。结果现在说我爱死，我超爱 T-Dog， 然后现在又说我赢了以后 T-Dog 一定可以存在。什么都可以转弯的川普，你认为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贸易可以不转弯吗？很难说，我觉得很难说，很难说，一切都是 uncertain 。我觉得中美之间这个对抗态势，就是在整个第一岛链全面性的这样对抗，从日本海，然后一路东海、南海这样一路过来，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加进来，那我觉得整个局面一定是更加复杂。可是你说中俄在南海的演习是为了对抗菲律宾，我是完全不认为是这样，怎么可能是为了对抗菲律宾？菲律宾有什么东西可以对抗？没错，对啊，基本上就是当然是剑指美国嘛。那大陆现在其实它就是我不是单纯军力强而已，而且我是从法理上在告诉你我有权这样做。就比如说他自己国内开始修法了，海警3号令也颁布了。那现在呢，他去做生态的调查，然后告诉你的船危害生态。那双方现在有这个热线呢，我觉得双方就可以开始积极沟通了。你那个船到底马德雷3号到底要不要撤走？如果你不撤走，我可能就要来。你宪兵礁那边在坐滩的这个船，你到底要不要撤走？如果不撤走，要不要我代劳？那我觉得他会不断的施加压力给菲律宾，但是也不会等太久，因为菲律宾如果迟没有善意的回应，我觉得以中国大陆的实力，他不是不能够，他随时都可以把那些船撤掉，只是他不想引发更大的冲突而已。那就看菲律宾自己到底要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那川普当然他向来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而且什么对他有利说什么。他以前为什么讨厌 TikTok？ 因为要抗中嘛。那现在为什么喜欢 TikTok？ 因为他登录了 TikTok 账号之后，发觉他非常受欢迎啊，然后一大堆人都在转传他的影音啊，那对他有利，他当然就喜欢啊，就是川普就是这样的人嘛。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更危险的是什么？你知道？因为川普这次假设真的让他选上，他没有连任的问题了，对，他只能做4年，对，他不需要连任，那你想想看，一个狂人不需要连任，他会干什么事情？真的是难以想象。对，第一个就是他选举时的所有承诺，他其实不遵守，你也拿他没辙。对，对啊，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他的这个副手这个范斯也是个暴冲型的，
也是一样，就是什么东西就是用非常明确的方式去讲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两个人一搭档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说真的，我觉得对全世界，不管对中国大陆来讲，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对整个全世界都很难预料这两个狂人到底会做出什么样一个东西来。那导致现在当然啦，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可是很多人有没有去想到泽伦斯基的处境？他应该很忐忑吧？对啊，他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对，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要现在赶快去，像比如说奥班就直接不啰嗦，已经越过拜登，直接去拜访川普。对，那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吗？问题是做了会有用吗？所以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地方。因为恐怕现在乌克兰必须要证明他对美国还是有价值的。才能够让川普愿意继续支持他，不然的话，恐怕乌克兰真的就危险。真的，来，姜老师，好，川普当选会对中国大陆怎么处理啊？我认为他和现在的拜登政府会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现在的拜登政府是承继奥巴马以来的一种观念，就我们可以简称为就叫做新保守主义啊。这个新保守主义就是有一种美国至上，美国都是正确的，美国是对的，那其他的很多国家不同于我的就是坏人，就是魔鬼啊，要去改变他们。所以在世界上，你看看在过去4年，拜登政府的任内发生了很多战争、很多冲突，死伤不少。那川普最自豪的就是说，他的4年内没有发生一场美国介入的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不同，他对中国他没有存在一种说你是妖魔，我是正义，我要改变你，我要打倒你。他的副手那个 Mike Pence 有这么一种想法，但是川普本人并没有啊。但是他对中国的最大忌恨就是说经济，他认为我们国家呢都被你剥削了，那都被你抢夺了就业机会了哈，乃至他对我们台湾也有某一种程度这样的忌恨啊，所以他讲说要加税100%，给中国的所有产品加100%的关税，会不会做呢？当然不见得，不知道，要他当选了以后再看。可是他万一做了，那怎么办？万一做了的话，有人预估哈，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成长会腰斩啊，那等于说，就像一般人讲的，说要打回石器时代，那是变成中美两个的完全摊牌啊。那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但他如果加税100%，是不是对美国就完全有利呢？也不见得。现在拜登的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啊，他就是一再主张说，川普任内的很多关税对中国的关税应当削减，因为这样呢可以挽救我们美国的通膨。但是因为拜登政府内的鹰派比较多，所以并不听从他的这样的建议。有人也估计啊，如果川普真的加税100%，那他想要为美国制造新的就业机会，那这个愿望呢，大概会失望了。不是有一个传说吗？说他想要给美国前10个月就增加1000万个就业机会，所以听起来令人咋舌哈，好像是不可能。但是如果他真正加税100%，那我相信是中美两国的两败俱伤。是没有错，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川普上台，依照他自己的承诺，要对中国征100%的关税，那中国会受到很大的重伤，它的 GDP 可能会拦腰折损至少2.5个百分点。可是这个时间点，我们知道北京正在举行3中全会，就是共产党的3中全会。那4天之后呢，这个会议结束，可能他会发布中国大陆未来要走的方向，尤其是在经济上的。所以你看到美国的企业啊，他就团进团出找来了高盛、星巴克、汉威、联合健康集团、Nike 还有高通这一些大企业那去这个打算下个礼拜启程到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还有商务部部长王涛会面啊。
倒是讲的就是要获得这个中国经济方面获取一手的资料啊。那当然，因为中国大陆是以党领政嘛，中国这个共产党说了算哦，所以他们要去跟他们拿到第一手的资讯。现在在商言商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一个贸易制造大国，从这个 item 哦，从这一项这个造船业，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占了全世界70%的订单。现在全球每10份的造船新订单有超过70%流向中国，年增长率是18.4%。那你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啊，这个出口推动他们自己的经济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中国大陆在疫情之后，你看它的经济成长还有5%哦，算是很厉害的一个这个经济成长的国家。可是呢，也引起了西方世界的一个防范跟警惕，像是《纽约时报》就讲西方世界就会认为说这个单边贸易啊，还有对中国供应过度依赖感到担忧，因为又便宜嘛，然后又这个收到他们这个 这个 CP 值，对不起，CP 值很高的这些物品都觉得很开心啊。那我们看到包括一个例子，大家来看看 Intel 这个国家，他拿了美国的这个补助，美国政府的补助，因为美国政府也支援他嘛。可是他们就调查了，他还投资这个英特尔这家公司，还投资43家中国的新创企业，科技的新创企业。所以现在呢，可能是不是官方也要介入呢？他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的太大或太快成长。而另外呢，这个中美或者美中的科技战的战火扩大到哪里了呢？我们看到荷兰的艾斯摩尔那他长期跟 local 的荷兰大学的一些科技大学或者是学院合作。那这个恩和芬这所大学，理工大学在荷兰嘛那我们知道他那边有很多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所以这一家大学恩和芬大学的校长就跟这个报道记者讲说我们这个听到或者是美国驻荷兰的大使来问说，怎么有这么多中国的留学生啊？得到的资讯是你要小心对待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可是他提出了一个质疑，那你美国政府呢？你美国政府给他这么多 visa， 他才能去美国学习啊，去美国留学啊，所以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现在在发展新能源汽车嘛，就所谓的电动车，而且做出来又便宜又快又好，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个产量很快的上半年的产量就增加了34.3%。那现在呢，这个美国就不让它进口，所以北京就提请 WTO， 请专家来设一个专家组，你要审查一下美国排除中国新能源车辆这个到底对不对所以他也提出一些异议。而另外欧盟呢，欧盟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电动车到底要不要征税，看法也陷入分歧，包括意大利跟西班牙赞成说给他加税，可是荷兰反对你看到包括德国跟瑞典就说哎呀我不投票，我弃权。你看到像是希腊、波兰也都还在考虑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动车的市场现在都还在未定之天方方面面加起来，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像是未来可能美国总统换人之后的贸易加税的部分会不会牵动的很多的局势？当然会牵动，但是我觉得瑞颖这样的一个分析有点片面性。为什么呢？因为对中国大陆当然有影响因为中美的贸易有在萎缩，现在大概在5-6千亿左右，不像以前那么的多了现在已经掉到5000多亿。那如果说你课到60%的税，中国大陆当然反击嘛，那等于是中美的贸易除了必要的以外，几乎都停摆了。都停摆了以后，那中国大陆当然受伤嘛。可是美国不受伤吗？中国的经济成长还有5%，那你说腰斩2.5%，那至少还有2.5%，而美国的经济成长就有1点多。那如果以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都没有的话，那美国就少了1%左右，那美国还剩下什么？美国就零成长，所以不能够只看说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少了这个2.5%，你也要看看美国影响。可是中国大陆真的会受伤这么重吗？不会，因为美国有需要。美国有需要，为什么？因为它一定要买嘛。你说你的这些卫生用品不买吗？医疗用品不买吗？你一定要买的情况下，你的关税这么高的时候，中国大陆当然把工厂往这个东南亚、
往东盟、往其他的地方来移动。一移动的时候，中国大陆跟东盟的这个贸易额事实上已经8000多亿了，还会再往上增长。一旦往上增长，不是从美国少的就从东盟补回来了吗？我觉得这个瑞银你是专业的单位要有一点点水平哈。如果没有这么一点水平，把经济的联动性都把它含在内的话，你就直接这样下一个结论就公布出去，这个太草率了，不公平。不公平是对美国不公平，因为你没有提醒美国人说，如果川普真的加了60%的税，那一般美国的底层民众该怎么过日子？他怎么过日子嘛？你沃尔玛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你要告诉美国的民众说会产生什么问题。好，依赖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我向你一直买东西，你是我最大的买家，或者我一直卖给你，你是我最大的卖家。假设了，都会相互依赖。过去整个乌地阿拉伯，它的很大的石油是卖给美国，所以美国是最大的买家。那你说美国依赖沙烏地阿拉伯还是沙烏地依赖美国？相互依赖，相互依赖，一定是相互依赖。那相互依赖就你没办法拆断了嘛。好，我们就拿一个，为什么这次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他们当初一直指控大疆违反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一定要把它废掉。结果你知道吗？大疆不废。对，因为美国的农民80%用大疆。无人机，对，也就是说你要施肥，你要这个喷杀虫药，你要监看你的这个整个农场的一个情况。对于农民来说，他大量的要使用这个大疆，你没有这个大疆，你就没办法，你的农作物就有问题。所以为了现实需要，你还是继续依赖下去，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本来在整个国际上，大家就是我依赖你，你依赖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日子。不过，我觉得目前美国在做一件让我们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因为美国要打压其他的国家。我们讲过，全世界有4大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商，一家在荷兰就是艾斯摩尔，一家在日本，是2家在美国。您知道美国卯足全力去压荷兰跟日本的时候，美国的那2家生产半导体的设备商卖给中国大陆，你猜这2年增加多少？100%，增加1倍。我自己赚，别人不能赚。对，他们过去中国市场占它的份额20%到22%，现在40%到45%，增加了整1倍。而荷兰跟日本受伤惨重，美国壮大。然后呢，现在英特尔更离谱的地方是，跟美国申请这个半导体的补助款几十亿。然后再把它丢到它的基金里面，再由基金去中国大陆投资半导体厂，你看厉害吧？美国人民的纳税钱，你们真是厉害啊！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对岸的中共正在举行3中全会，那这个会议结束之后，会有一个经济的方向出来，所以看到像是美国的企业就抱团去参加。来请教江老师。好，这个3中全会啊，它的全名应当是这么说，就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啊，大概有上千人。这个3中全会好像不是所谓的第几次大会好像感觉没那么重要，其实也不然。大家还记不记得，在1977年的时候7月，中共举行的第10届3中全会今年是第20届。那一次呢，就是决定让邓小平恢复党内外的所有职位也就是说，他把华国锋的那个樊氏派打倒。那他完全的付出，所以这个3中全会也可能很重要。今年这个3中全会到底要做什么？可能它的政治性不如这个经济性那么强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新华社的特稿就是为了3中全会所发的特稿，上面几乎都在讲习近平。那可是怎么称呼他？给了一个新的头衔，那是蛮有趣的。叫卓越的改革家而且呢，把习邓并列，说习近平的改革情节一以贯之，就说他就是承继邓小平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所
这一条路线。大陆中共官方有一本书啊，很有趣，叫做《习近平在正定》啊。大家可能知道，习近平他在文革之后下放之后，回到北京去清华大学念完书，他先到中央军委去做事，做内部的幕僚。他做了一阵以后，他感觉没有兴趣啊，他就要求他要出去做实际的工作。他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在河北省的正定县啊。那个正定县也不算小，有50-60万人。正定县做党委副书记，然后1-2年之后就接了，变成党委书记。他到那边就发现啊，说这个县是富产穷县，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有文革的余音哈。就遵循毛泽东的讲法，说要以粮为纲，所以全部都生产粮食，那其他都不准生产。他说只要换成玉米啊，这个农民生活马上就会翻1倍，所以他就去争取把这些事情呢都改变。同时，他也争取说，央视来我这里盖一个大观园，盖一个荣国府做永久基地啊，让我们呢能够这边能够发展旅游。所以他完全都是走经济路线啊，这一回的3中全会呢，应该也是延续这样的想法。是把习近平比您做邓小平，可能这是一个 sign， 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来，我们进一下广告。讲到新能源车，讲到电动车，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制造这么低的这个价格的能源车？其实现在西方指控说，因为你国家补贴，因为你刻意去压低这种稀土价格，我是觉得这是见树不见林啦。因为其实你把整个产业宏观来看，中国大陆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比你西方的电动车产业便宜啊。它不管人工也好，整个生产线也好，然后原料也好，在各个方面它都比你便宜啊。而且像比亚迪来说，它是从头到尾自己一条龙的全部的这样东西，所以它在很多地方本来就比你甚至特斯拉这些其他国家电动车都占有优势啊。所以我觉得西方要去跟人家竞争，你应该要先去了解对方的优势在哪里，你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然后迎头赶上，而不是老是就是只是想靠着指控把对方压制住，你就可以赢。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只能暂时可能获得一点效果，可是未来你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中国大陆现在电动车的车型啊，各种方向的发展是不断的在进步，而且我们过去也讲过，因为中国大陆它内卷的非常厉害，所以它内部的几百个电动车的品牌，大家在互相厮杀竞争。它预计在几年之内就准备只剩下10个。那你想想看，这10个身经百战的品牌会有多强大的竞争力？对，所以我觉得你们都不去思考这些，而单只想靠着保护主义就把别人那个屏蔽在外，我觉得这个是很荒唐的。实际上，中国大陆最近也引起话题的是什么？就是它的 AI 公车跟 AI 计程车其实已经上路了。所以已经造成很多人的恐慌，就是很多因为大陆司机本来是一个高收入行业，那现在他们很多人会担心说，可能有8000万人因为这样要失业了，对啊，那所以他们怎么办呢？那大陆政府当然会去安排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大家这些西方的车商，你真正要警醒到的就是，西方在研究 AI 的时候，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什么？你收集不到大量的数据。可是他们这个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在路上已经开跑的时候，它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辅佐它，让它去改进它的系统。这未来在这个领域恐怕就不是单纯的领先这么简单的，那是很多的超越。那西方很多国家你限于法令啊，什么人身安全保障啊，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它这样跳跃式的成长。像特斯拉10几年前就在做这个，可是一直还停留在实验当中。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有政府这样强力的支持。